凡是自然的东西都是缓慢的，太阳一点点升起，一点点落下，花一朵朵开，一瓣一瓣的落下，稻谷的成熟都慢得很。那些急骤发生的自然变化，多是灾难，如火山喷发、飓风和暴雨。我要说的这些，其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学会静下心来，慢下来，每天好好生活，对待过程要认真，那么结果就不会太差。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加密阿法，非常期待与各位观众来相见。今天分享一个项目，它是 Tensor 目前已经确认空投筹集的资金来到了900万美元。这里做一个小小的科普首先什么是 Tensor？ 它其实是一种应用链基础设施的协议可以简化应用链的部署，使其安全、高效、简单，那么同时消除传统区块链柔长复杂的流程。目前已经融资了935万美元，同时 Road Data 上的话也是可以查询到该项目的资讯的，所以在这个方向上的话，也是在前2个月当中筹集了这样一个金额。那么这个具体金额是实时发生的，所以这个项目的话也是比较可靠的。那我们这边来简单的去交互一下，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奖励顺带一提的是，我之前有在频道当中13天之前有发布一个项目，它是 Unalog， 那么它在推特上昨天5月7日的时候有推出一个新的推文，它是 Unalog Testnet 的第2个阶段所以还是要去做一下交互第2个阶段的话，可以通过它的这个推文当中去查询到有关的资讯那么我们已经参与了第1阶段，第2阶段也要进行参与那我刚刚也说，在最开始的时候注意一下过程，收获的结果就不会特别差。那同时，如果你是刚入圈的小白，或者是正准备进军陆空投赛道的新人的话，你还没有注册世界上最大的2个交易所，那么在视频简介处的下方，我们提供了币安和 OKX 邀请链接。那么使用这样的邀请链接的话，会获得全网8折手续费的优惠的同时，享受不定期的空投奖励。那如果你是新手还不知道怎么注册这2大交易所，我们以往的视频当中有详细的介绍。建议大家2个都注册一下，这样市面上所有主流加密货币基本上都是可以覆盖掉的。那我们直接来开始今天的实战教学。那首先第一步，我们需要下载一个 Subwallet， 就是之前我们有做过一个项目，它是提供了这样的一个钱包，我相信有看过视频的应该这个钱包就已经在了。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我到时候会把下载的链接分享在视频的简介处，你只要根据链接去点击下载就可以那么在下载的时候尽可能确认一下这个网站那么我肯定也是截取在这个网站当中的，那目前是有这样的一个用户，注意看一下不要下载错误。那下载完成之后的话，进行正常的注册钱包的环节，这个此环节我就不演示了，因为非常简单然后我们进行到第2个，它是做一些社交类型的任务。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子任务的内容，它其实只要是连接到我们的推特，然后完成推特的相关任务，然后以及加入 Telegram 以及 Discord， 也就是3件套的正常。那意思就是其实不用全部都做，个人感觉应该是这个样子。那首先我们先去连接一下我们的推特这边点击一下授权，授权完成之后的话会再次跳转到那个页面当中，这个时候点击一下这个，然后我们开始一步一步进行操作了。那首先他说的话是连接3件套，那我们这边先去做一下这个。我们先点击到这里，然后点击一下关注，关注完成目前的热度是3万，也就是 30K 了，然后再去进行 follow， 然后它这里会显示到提交成功就是任务已经确认成功，那么再去加入到相对应的那个 Telegram，也是比较简单，它应该会给到你一个按钮，然后你点击它就可以了。过程不复杂，我们点击到接受就可以。然后确认完成之后的话，它也会再次跳转到这里。那么我们就点击到这里，然后再进行到核验。任务非常它这里是需要再去加入到那个相对应的群组当中那我们这边没有去加入，所以它这边核验任务会失败掉。我们点击一下就是这里，点击到这里就可以了，网页上操作就 OK 了。然后我们点击一下核验，它这里应该就会显示成功，然后再加入到相对应的 Discord。相对应的，我们完成3件套的关联之后它的第3步也就来了，也就是领水。
那我们跳转到相对应的这个页面，临水有告诉你大家在哪里了，就是在这里上锁的这个地方。那我们去解锁它就可以了。那首先需要连接到 Discord， 我们已经连接完成了。这里的话需要去核验到你的一个邮箱地址。邮箱地址的话呢，就它可能是需要接收到一个验证码，所以尽可能使用到可以使用的邮箱。我们完成邮箱的验证码输入之后，它就会来到这样一个页面当中啊。那这里的话，我们要选择到我们一开始事先下载好的那个钱包，然后我们点击到这里，它自动会跳转到这里。那这里的话，你要去进行输入一下密码，因为它每次登录都要伴随着输入密码，所以过程会比较麻烦哦。那我们点击一下，然后连接，然后进行到再次的核验，然后这边点击接受就可以了。它这里应该会即刻的打水。应该是这个样子啊。那首先进行一下验证，它这里就会有20的dancy OK 发送在你的钱包内当中。那么它是有时间的，我们也可以通过自己点开这个 Subwallet， 然后看一下是否有收到。它可能没有体现在这样的这一些代币当中啊，可能是自己需要手动添加吧，应该是。那我们这边先暂时不管，我们先去做一下下一步。第4步，也就是相对应的来到质押的环节，我们点到质押的板块页面当中，它这里的话会弹出一个新的页面，那我们就进入到了这样一个页面当中啊。首先需要去连接一下我们的 Subwallet 的这一个钱包，连接完成之后，你会发现它这里其实是有体现在了这个网页当中啊。我们要做就比较简单了，这里应该无关去选择什么，当然也不要选择数额比较低的，我们可以选择第一个，然后进行一下质押。这里的话，我们因为我们有20个 dancy 这样一个代币，我们给到它10个就可以，然后点击到这个对，然后这边会进行一下确认，我们点击一下接受。接受完成之后，应该还需要再进行到确认吧。它这里没有确认，页面直接跳转，说明此次的质押环节已经完成。那么同时账户当中也是减少了10个。相对应来说的话，此次的质押非常非常简单啊，但是就是网页的这个响应速度是比较慢的。那我们跳过这个环节，也同时可以看一下它在质押后是否有后续的操作。那应该也是没有的。我们然后它也是在这里等待，然后相对应的这边就已经完成了。完成之后的话，我们来到第5步，也就是在这样一个环节当中啊，我们看一下它是否还是在我们刚刚质押的那个环节上。这里也会显示成功啊，这里已经请求确认提交了，也已经显示成功了。成功之后的话，它也就是当前的刚刚那个页面当中嘛，应该是。那么相对应的第5步也比较简单，给大家拆解一下。也是非常简单啊。首先点开到这样一个板块页面，那这里的时候的话，我们要点击到这样一个任务就是板块内容当中啊。点击完成之后的话，不要在这里连接到自己的钱包，因为它会判定你的 EVM 是不可以的，而且它同时是个临水的这样一个地址啊，所以无关紧要，我们不需要做。当然，如果你想去完成的话，也是可以的，因为其实是作为测试网的日常交互是 OK 的。但是它这里连接的话，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你的这个地址并不是 EVM 的地址啊，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小狐狸导入的形式，然后导入到这个钱包当中，然后就会有你的 EVM 地址啊。那我这里就不给大家演示了，如果你觉得你想操作的话，也可以进行操作。那我们这边来到相对应的这个板块，选择 Top Up。然后有10个，我们给到它4个就可以，然后我们选择到这样一个，然后确认一下就可以了。过程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哦。那么这边完成之后的话，也是等待这个页面响应。响应的话，我们就不等了，我们直接做到下一步，也就是第6步，可能是作为到最后一步了。那这里的话，它这个就是所以我就未卜先知了。它这里的话是要去那个选择的，我刚刚也说过，这里会出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先等待它响应吧。响应完成之后，我们再去连接一下我们的钱包。那同时的话，你可以率先的先去把你的钱包地址复制一下 ，OK 的，我觉得应该是没什么关系的。我们先去，那这里会显示成功啊，成功之后的话，我们先把随便一个地址先复制一下。那我们就复制这个钱包的地址，然后选择连接到钱包。你可以
在这个方向上，比如说我们选择到这个 sub wallet， 它会显示让我们重新再创建一个新的。那么创建完相对应的钱包，你其实就已经进入到了此次的关联页面，然后这里选择切换一下网络，切换完成之后的话，再次去申请一下这样的一个领水，比较简单啊。那么这边去，它这里会显示错误，我们尝试再次进行，看一下它是否会一直显示错误。我们尝试翻译成中文，看一下这个什么意思啊？无法。已经有另一个事物是什么意思？我们继续去尝试。然后这里显示成功了，其实就是多次尝试就 OK 了，应该没有什么影响的。那我们这边点击到这个相关的这个就直接把它删除掉，然后再去进行 claim， 这边再次进行一下确认应该就可以了，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难的问题啊。问题的话都已经在过程当中解决掉了，然后它这里会体现到一个我们的那个币啊，然后这边确认一下，同时这个网页会再一次的进行一下响应，你会发现它刚刚给你的那个代币啊有在钱包当中体现，它是体现在这里，然后这里已经选择这里就已经完成了，这里相对应的也已经灰色掉了，所以就不能再次进行了。那么其实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也是比较简单，整一个流程下来的话也都是相对来说没有任何复杂难度。那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去在推特上进行一下那个 Tansy， 我们刚刚有做的那个项目 Tansy， 然后你后面尾缀加一个 airdrop， 你也会搜到相关的资讯啊，你看一下这有没有区别，跟你做的任务有没有区别。比如说我们来点开到这样一个人物的板块，它目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查看度也是还好，然后我们对比一下是否跟我们做的差不多，如果它有更加详细的步骤，或者是比我们多了一个流程的话，我们就按照它那个步骤来，那我相对应的对比了一下，跟我们的步骤完全一致啊。所以我们的此次的任务的话是做的相对来说是比较靠谱的。那么同时我们也点开到其他的另外一个，然后点击查看一下，看一下是否会出现一致或者是不一致。我一般都是这样去筛选我做的此次的空投项目是否真的跑完了所有的流程，我一般会这样去做一个比较。那你对于我来说今天这个项目是否要日常进行交互啊？我个人认为啊，如果出现这种排行榜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做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看到的，就是它有个排名的，我们今天交互了几次啊，它会有一个积分的显示，或者是有个排名的显示，这种项目我觉得每日交互就可以。那如果没有这种排行榜的显示呢，我一般个人建议啊，纯粹是个人建议啊，是1个礼拜交互一次，或者是半个月交互一次就足以了。因为其实你交互多次也未必见得就是说，我也不知道它的空投发放的审核标准是什么，所以一切的未知性啊。那么这就是我想对于每日交互这个任务的项目的这个说法，你也可以按照我的来。那当然你有自己的思想的话会更好，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节奏来，你想每天交互就每天交互，你想1周1次或者是半个月1次都可以。那么以上就是我分享的所有的重点了，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拜拜。